1.83米的身高，独特的地垄沟发型，桀骜不驯的性格，还有举世无双的篮球天赋。没错，他就是阿伦·艾弗森。当年的爱有多强？在国内，有人把整个联盟比喻成《西游记》中的天庭，整个天庭中的比赛就是神仙打架，而爱在这一群神仙中，更是被称作为齐天大圣。他桀骜不驯，晃过神，一己之力败 OK。00至01赛季，场均爆砍31.1分，3.8个篮板，4.6次助攻，一举揽获了赛季得分王、赛季抢断王、全明星 MVP， 还有联盟最有价值球员。他的出现向世人证明了小个子亦可称王。1975年，艾弗森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贫民窟里，一出生身边就充斥着各种暴力和毒品，父亲撇下母子独自离去。小爱的童年时常与饥饿寒冷作伴，没水、没电、没吃的，别的黑人烧杀抢掠早已自暴自弃，可他却偏不。13岁时，艾弗森就告诉妈妈：“我无法忍耐贫困，无法忍耐。上帝为你关上一扇窗，也会为你打开一扇门，就看你能否发现它。”没错，艾弗森的天赋是肉眼可见的，虽然只有1.83米的身高，臂展却有1.96米，他轻轻一跳最少都是1.2米以上，而他的运动天赋更是罕见，100米能跑出近10秒的好成绩。可相比篮球，艾弗森却更喜欢橄榄球。小学时，他就成了橄榄球队的主力球星。由于橄榄球注重身体冲撞，这间接练就了艾弗森强硬的身体对抗能力。1990年，艾弗森进入贝泽高中，15岁，他已经是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里的绝对核心。矮小的身体驰骋赛场，经常把对手搞得晕头转向。之后，他带领橄榄球队夺得洲际冠军，当选 MVP， 入选最佳阵容。仅仅3年后，艾弗森又回到篮球场，场均32分，未加9篮板、9助攻，赢得篮球和橄榄球的双料洲冠军，成了全美第1高中生，是绝对的天之骄子。人们甚至排队几个小时买票，只为看他打球。这是艾弗森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他一度认为就这样生活会越来越好，可他忘了他是个黑人，忘了还有白人的嫉妒和歧视。1993年，一场有预谋的意外险些葬送了艾弗森一生的体育生涯。1993年，当地的一家保龄球馆里发生了黑人和白人群殴事件，50余人参加，20余人受伤。被社区视为骄傲的艾弗森也卷入其中。尽管艾弗森说自己并没有动手，而且第一时间就离开了现场，可很多人依旧指证他用椅子砸向了一个女孩的头部，细节证词不一。艾弗森知道他被陷害了，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有色人种协会都卷入其中。艾弗森被判5年监禁，缓刑10年，150位志愿者为他鸣不平。不过砸在艾弗森头上的不总是厄运。1993年12月，在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帮助下，艾弗森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赢了官司，入狱4个月后获得假释，而代价则是艾弗森高4一整年，不允许参加任何体育赛事。2年后，该指控因证据不足而被取消。在这件事中，艾弗森感受到了世界的恶意，即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不过，天才终究是天才，1年的荒废并没有对艾弗森的篮球能力造成影响。高中毕业后，艾弗森参加耐克训练营并获得 MVP， 但因为入狱，名声受损，很多大学都不愿意接受他。1994年，艾弗森母亲主动找到乔治城大学名帅约翰·汤普森，希望能够给儿子一个机会。所幸汤普森被感动了，同意艾弗森加入乔治城大学篮球队。他就像老父亲一样，替艾弗森挡下了所有的负面言论，带着他离开了潮湿肮脏、带有死亡味道的贫民窟，让艾弗森成功读上了华盛顿大学，开始了大学篮球生涯。而从这一刻开始，涅槃重生的艾弗森也开始了真正崛起。艾弗森的第一场大学联赛就被名帅卡利帕里钦选为年度最让人激动的小伙子。大二时，艾弗森场均25分，坊间传言只有康涅尼克的雷阿伦可与之相比。可在那晚球探之夜后，艾弗森直接被认定为全国第1后卫。那晚也是他和雷阿伦的巅峰对决。没人能想象，这个身高只有1.83米的小子会在赛场上大放异彩，各种突破上篮，各种大力暴扣，艾弗森无人能挡，震惊了世人。他在体育画报上展示了自己的左臂纹身，绰号答案，这是他贫民窟的兄弟们为他起的。1996年，妹妹患病，艾弗森为了解决家里困难，决定提前进入 NBA， 开始赚钱。那一年的选秀大会，费城用状元签选中了这个天之骄子，那是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选秀，欢呼声响彻了整座费城。96黄金一代，艾弗森脱颖而出，打破了 NBA 史上最矮的状元。自此，艾弗森开始了 NBA 职业生涯。作为新秀，艾弗森敢打敢拼，在场上大杀四方，一出道便开启了巅峰。他仿佛
有着用不完的体力，一次次被撞倒，一次次又站起。他穿花蝴蝶般的变向，晃倒了一个又一个对手，成了所有球队的噩梦。对战公牛，他以同样动作晃过乔丹，之后急停跳投，令人叹为观止，被奉为 NBA 的经典镜头。可对神的狂妄却引来了很多名宿批评。面对尊重，答案这样回答道：在篮球场上，我不用尊敬任何人，包括乔丹。我可能投失前20球，但我相信第21球一定会进。我只是不停地战斗，直到今天。这句话都是对所有球手的最好激励。正是这句年少宣言，让艾弗森拿到了 NBA 年度最佳新秀。这是费城首位获此殊荣的球员，却也让他饱受争议。很多人指责他桀骜不驯、小混混形象，可答案却毫不在乎。所有人都西装革履参加比赛，唯有他一身街头风，发带、护臂、纹身，还有那标志性的地垄沟发型，成了黑人的嘻哈代表。他把嘻哈和篮球结合在一起，重新定义了这个时代。这种风格让人们竞相模仿，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成为了无数人的榜样。00至01赛季，艾弗森的 NBA 生涯达到了顶峰，开始了彻底爆发。如果在 NBA 后乔丹时代选一位最励志的球员，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答案艾弗森。从出身贫民窟到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尽管在天之骄子横生年代，他始终未能获得一冠，但却仅凭1.83米的身高，成为了费城球迷永远的答案。00至01赛季，艾弗森彻底爆发，从赛季初的10连胜到全明星的大比分逆转，艾弗森拖着13处大伤，以一己之力带着76人打进了总决赛，一举斩获了赛季得分王、赛季抢断王、全明星MVP 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到了总决赛，艾弗森已经是伤痕累累，面对季后赛全胜的巅峰湖人，没人看好这支磕磕绊绊的76人队。OK 组合气势汹汹，开局直接打出了14-0，但在艾弗森的字典里并没有服输这个词，只有弱者才会放弃。他越挫越勇，开始疯狂，以一人之力大战 OK 组合，最终绝地翻盘，打破了湖人队15连胜的不败金身。那一场，答案轰下48分、6助攻、5抢断，给了不可一世的 OK 组合当头一棒，但双拳难敌四手。此时的艾弗森就像一个已经打满12回合的拳击手，取胜之心在燃烧，但力量已经散尽。这是艾弗森14赛季以来唯一的一次与总冠军擦肩而过，但毫无疑问，答案已经是许多球迷心中的无冕之王。赛后，艾弗森留下了悲情的英雄之泪，但他虽败犹荣。在和科比的对位中，他丝毫没有落入下风，只是输给了不可一世的奥尼尔。当鲨鱼往3秒区一站，他们毫无办法。或许这就是命运。当绚烂的繁华落尽，剩下的便是满目疮痍。篮球场上有2个身高令无数人瞻仰，一个是1.98米，一个是1.83米。前者是飞人乔丹，后者则是答案艾弗森。这是无数喜爱篮球的芸芸众生中最可能接近普通人的草根身高。这绝不是近20厘米的海拔差，而是2个篮球世界几乎无可逾越的天堑鸿沟。但艾弗森却从未向命运低头，正如他的经典纹身之一：强者生存。4届得分王、3届抢断王、11届全明星，他的荣誉无法细数。2001年季后赛，这个孤胆英雄满身伤病，咽下鲜血，咬牙坚持。或许他没有输给不可一世的 OK 组合，只是败给了命运。自古英雄如美人，最恐人间见白头。这是答案逃不掉的宿命。和妻子大闹不和，私藏枪支，不参加训练，没人听他解释，而他也不愿意解释。有人说他目中无人，狂妄至极，是个脾性十足的街头混混，带坏社会风气。可或许正是这种桀骜不驯，这种打破世俗规则的勇气，这种面对歧视的倔强，才给了年轻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在势力的世界，费城终是放弃了他。2006年，艾弗森结束了效力10年的76人，被交换到了丹佛掘金，与当家球星安东尼结为黄金双枪。这时的爱依旧意气风发，决定重新开始。可偏偏天意弄人，不久，掘金高层发现爱的风格根本不适合掘金，他再次被无情交易。在活塞，艾弗森遭遇到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连续遭遇冷板凳。面对采访，艾弗森这样说道 I don't know any all-star come off the bench. I don't know any former MVP that come off the bench. I don't know any 3-time scoring champion come off the bench. I mean, I don't know any first-team All-NBA come off the bench. 就这样，他又一次离开了。来到孟菲斯，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多年以后，他辗转流离，重新回到了费城。发布会上，艾弗森一度哽咽。You know, when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back here, you know, it's something I couldn't turn down.
多年的 NBA 生涯渐渐洗去了那份桀骜。他曾犯过错，但现在浪子终于回头。他用力亲吻着地板，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家。可惜命运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为了照顾生病的小女儿，这个4届得分王最终放弃了回归的机会，只身前往了土耳其。10场比赛过后，艾弗森小腿受伤，回到美国疗养。2013年，这个费城之子退出了征战17年的 NBA 赛场，正式宣布退役。无数球迷黯然神伤，更感叹青春不在。多年以后，当这个6英尺后卫重新走进费城球场，全场都是对他的掌声和呐喊。艾弗森亲吻着，向所有人致敬，做出了那个久违的动作。随着3号球衣缓缓升空，一代英雄最终落幕，孤胆英雄终一程，悲情俗世悲一生。从出身贫贱到逆袭成王，艾弗森用励志的一生赢得了世人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普通人的打球梦想。我们的青春年华伴随着艾弗森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而远去，消失在篮球的世界里。不过有艾弗森的陪伴和篮球的指引，我们的青春永不后悔。如果细数 NBA 球员的汉字纹身，你一定会想到艾弗森脖子上那个大大的中字。一位桀骜不驯的 NBA 球员，一个晃过上帝的1.83米后卫。答案的一生无不和钟有关。第一钟是给母亲，一位同样伟大的母亲。那年16岁的母亲刚刚入选篮球队，却在体检中发现怀孕，她果断退出，生下了艾弗森，还花光了所有积蓄为儿子买了一双篮球鞋。可艾弗森喜欢的却是橄榄球，但为了母亲未完成的梦，他依旧选择了篮球，因为这是母亲的期望。第二种是给家庭。艾弗森虽然是96黄金一代的状元，但他是被迫提前参加的选秀。由于家境贫寒，妹妹身患重病无力治疗，艾弗森只能提前进入 NBA 开始赚钱。英雄往事悲，不是不能选择命运，而是不能选择人生。对于家庭来说，艾弗森是忠诚的。第三种是给球队。在费城，艾弗森收获了无上荣誉，独身率队闯进总决赛。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一人一城，但他是被球队交易无奈离开的。当4年后，艾弗森再次站在熟悉的球场上，他再也忍不住跪在地上亲吻着地板。他的灵魂一直属于费城，这就是他对球队的忠。第4种是忠于比赛，忠于观众。当年艾弗森打球的样子真的是标杆楷模。01年东部决赛，艾全场只休息了1分钟，在一次对抗中，他摔倒出血。NBA 规则不能有血上场，艾弗森直接吞掉鲜血，恶狠狠地问道：“这样总可以了吧？”这仅仅是艾整个生涯的缩影。与湖人的总决赛上，他身上大大小小带着21处伤，仍虎口拔牙夺下一场胜利。这就是艾弗森的斗士精神。整个职业生涯忠于他的比赛，忠诚于他的观众。这就是答案，艾弗森，一个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忠，什么叫真正的男人。